还记得昨天那根吓人的阴线吗？就在所有人以为4000关口要失守，空头准备扩大战果的时候，一份意外降温的通胀数据像一盆冷水浇在了美元头上，黄金硬是从悬崖边上被拉了回来，一根反包大阳收在了4069美元。这一涨一跌之间，到底藏着什么信号？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，星期三。我们照例来回顾一下隔夜刚刚走完的这个交易日，顺便展望一下今天的行情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还是要郑重提醒您一句，本频道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者理财建议。市场有风险，您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，任何决策请务必结合自己的判断，盈亏自负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黄金隔夜强势反弹，收在4069.7美元，大涨1.6%。白银更猛，收在59.1美元，涨了将近2%，两个都是漂亮的阳线。第二，今天最大的功臣是那份爆冷降温的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，同比只有 3.5%， 远低于市场预期，一下子把美元和美债收益率都打了下来。第三，接下来最该盯的是今晚出炉的6月生产者物价指数，也就是 PPI， 还有金价头顶4080，这道坎能不能收复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我们先把镜头拉远，看看隔夜市场的整体气氛。如果说前天还是一片愁云惨雾，空头耀武扬威，那么隔夜的画风可以说是彻底反转了。市场的情绪从恐慌迅速切换到了贪婪，而这个切换的开关只有一个词：通胀降温。当美国6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公布出来，同比只有 3.5%， 大大低于大家的预期时，整个金融市场都沸腾了。美元指数应声跳水，美债收益率掉头向下，而不生息的黄金和白银则像被松了绑一样携手大涨。这里我想跟你做个诚实的复盘，还记得昨天那期节目吗？我当时把4000整数关口标成了黄金的生死线，还说当晚的6月 CPI 数据是决定胜负的关键一手。现在结果出来了， CPI 果然爆冷降温，4000这道线稳稳守住，金价还顺势反弹了 1.6%。 这一次那个被反复强调的关键位，那个被点名的胜负手，双双都兑现了。当然我也得说句公道话，一次判断对了不代表次次都对，市场永远在变，我们要做的是跟着数据走，而不是跟着感觉走。那么黄金和白银这对孪生兄弟这次的表现有没有差别呢？有的，白银涨得比黄金更凶，黄金涨了 1.6%， 白银则涨了接近 2%， 这其实非常符合他们的性格，我们后面会细说。但今天这一集，我最想跟你一起搞明白的，其实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：昨天这根反弹的大阳线，到底是空头下跌途中的一次喘息，一个诱多陷阱，还是说底部真的到了，像那些看多的分析师说的，回调结束，更高的价格就在前方？消息面上，现在市场也是各执一词，有的机构喊回调已经结束，更高的价格在前方，有的则冷冷提醒多头还没走出泥潭，反弹里下行风险仍在。到底信谁？别急，我们一层一层剥开来看。先说黄金自己的故事。昨天这个交易日，金价从4005附近的低位开盘，几乎是一路向上，最高摸到了4080上方，最终稳稳地收在了4069.7美元，单日大涨 1.6%。 你可能会问，这个涨幅算大吗？要知道，前一天它可是暴跌了将近 1.8%， 一度逼近4000大关的，所以这根阳线
几乎把前一天的失地收复了一大半。从盘面上看，买家是在4000整数关口附近坚决进场的，这个位置守住了，空头的进攻就被瓦解了。我给你打个比方，这就像一支球队上半场被打懵，连丢几球，下半场靠一个关键数据当哨声，一口气把比分追了回来，士气回来了，但比赛还没赢。从资金的角度看，这种反弹往往有2股力量在推，一股是前期做空的人看到跌不下去，赶紧平仓获利，这种空头回补会短时间内制造一波急涨；另一股是真正相信底部到了的抄底盘。这2股力量掺在一起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根大阳线。分辨它们的关键就在于涨上来之后能不能站稳。如果只是空头平仓，涨完就没了后劲儿；如果有真金白银的买盘接力，价格才能一台阶一台阶往上走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后面的数据和点位这么重要。不过，我必须给你泼一盆冷水，保持清醒。虽然昨天涨得很漂亮，但金价目前依然深深地压在50日和200日2条均线的下方。50日均线在4295附近，200日均线更是高高在上，在4597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从更大的格局看，黄金还处在一个下降趋势里。昨天这根阳线更像是超跌之后的一次强力反抽，而不是趋势的彻底反转。真正的多头需要看到金价重新站上这些均线，才能真正扬眉吐气。所以，眼下我们看到的是一场反弹，而它能走多远，还得看后面的驱动力够不够。再来看看白银，昨天白银的表现可以用一个词形容，更有弹性。它从 57.97 的前低反弹，一口气收在了 59.1 美元，涨幅接近 2%， 跑赢了黄金。我们可以用金银比这个指标来看它们的关系，目前金银比大概在69一线，也就是说1盎司黄金差不多能换69盎司白银。为什么白银这次弹得更猛？这就要说到白银的双重身份了，它既是贵金属，有避险属性，又是重要的工业金属。所以当市场风险偏好回升，大家不那么恐慌的时候，白银这个高弹性的表弟往往涨起来比黄金更带劲，当然跌起来也更狠。这是一把双刃剑，追高白银的朋友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。另外提一句，近期市场上也有中国矿区安全整顿，部分银矿被迫减产的消息，这从供给端给白银添了点想象空间，但它更多是一个中长期的慢变量，短期还是看宏观脸色。那到底是什么力量让金价在一夜之间上演绝地反击？核心就2个字：美元，以及它背后的美债收益率。我给你把这个传导链条一步一步捋清楚。事情的起点是那份意外降温的6月消费者物价指数，通胀数据一软，市场立刻开始压住美联储未来可能更早、更多的降息。这个预期一起来，首先受伤的就是美债收益率。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前一天的 4.62% 回落到了 4.58%， 收益率一跌，美元的吸引力就下降了，美元指数随之走软。那这跟黄金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可大了。你要记住一个最朴素的道理，黄金本身是不生息的，你拿着它，它不会给你利息，而美债和美元是生息的。所以当美债收益率高，美元强的时候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很高，因为你放弃了本可以吃到的利息。反过来，当收益率下行，美元走软，持有黄金的成本就降低了，黄金的吸引力自然就上来了。昨天就是这么一出戏，通胀降温，收益率和美元一起低头，黄金和白银顺势抬头。这就是贵金属定价里最经典也最重要的一条逻辑。我再把这条链条用大白话讲一遍，你就彻底记住了。你可以把黄金想象成一套不租出去也不产生租金的房子。当银行存款利息很高的时候，
你把钱放银行能拿不少利息，那这套不生息的房子就显得没那么香。可一旦利息降下来了，钱放银行也没多少赚头，大家就更愿意去持有黄金这种能保值又不怕货币贬值的硬资产。美元同理，美元和黄金在大多数时候就像跷跷板的两头，美元强，金价往往受压；美元弱，金价往往受益。所以昨天美元一软，金价这头自然就翘了起来。看懂了这个跷跷板，你就抓住了看金价最重要的一把钥匙。我们也简单看一眼避险这条线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中东局势和油价的扰动一直是市场的背景音。前阵子甚至因为油价推高美元，一度让黄金的避险光环失灵。但昨天故事的主角明显不是地缘政治，而是通胀数据。避险情绪目前处在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，没有新的重大冲突升级来点火。所以对今天的行情来说，地缘因素更多是一个潜在的，随时可能被激活的变量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颗埋在地下的种子，平时看不见，可一旦出现系统性的恐慌，它随时会破土而出，把避险买盘重新引爆。眼下它安静地待在那儿，接下来是重头戏。美联储为什么一份通胀数据能让市场这么兴奋？根子还在利率的路径上，市场一直在博弈一件事：美联储到底会不会以及什么时候开始降息？此前，由于通胀有点粘性，美联储的态度偏鹰，也就是倾向于把高利率维持得更久一些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更高更久。这种预期对黄金是实打实的压制。而昨天这份降温的 CPI 等于给了市场一个信号，也许通胀这只猛兽正在被驯服。于是降息的想象空间被重新打开，真实利率，也就是扣掉通胀之后的实际利率有望走低。而真实利率恰恰是黄金这种不生息资产最敏感的东西。真实利率一降，黄金的春天就更近了一步。当然，这只是市场的一厢情愿，还是趋势的开始，还需要更多数据来验证。今晚威廉姆斯和穆萨莱姆两位官员的讲话，以及美联储的褐皮书，都可能给我们更多线索。好，聊完了宏观逻辑，我们回到实实在在的价格，来看看黄金的技术面。从图形上看，4000这个整数关口，现在是黄金最重要的一道生死线。昨天它经受住了考验，买盘在这里筑起了一道墙，这是多头目前最大的底气。往下看，第一道支撑我把它放在4040，如果这里失守，那就要重新回去测试4000乃至4000整数大关。而往上最关键的阻力就在4080这个位置，很有意思。它昨天还是空头反扑的战场，金价一度摸到又被压了回来。所以你可以把4080当成今天的胜负手，只有有效收复它，金价才有机会向上去挑战4113乃至4140。反之，如果反复冲不过去，那这次反弹的成色就要打个问号了。白银的技术面道理是相通的，只是位置不同。昨天白银收在 59.1， 重新站回了59上方，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。它下方的第一道支撑我看在 57.5 附近，也就是前低 57.97 这一带，只要不跌破，短期结构就还算健康。再往下才是更关键的 55.5， 而上方60美元是它眼前必须翻越的一座大山。这是一个整数关口，也是心理关口，一旦有效突破，白银有望去挑战 60.75。 所以对白银来说，今天的看点就是60这道坎站上去了，弹性会继续释放，站不上去，它随时可能把昨天的涨幅还回去一部分。讲到这里，我必须要专门花点时间跟你聊聊风险。我知道看到反弹，很多朋友心里已经痒痒了，恨不得马上冲进去，但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保持冷静。请你务必记住，黄金目前依然运行在均线下方的下降趋势里，昨天的大涨
本质上还是一次超跌反弹，而不是趋势反转的确认。市场里最贵的一句话就是这次不一样。反弹途中最容易骗人，追高的风险非常高。万一今晚的 PPI 数据爆表，或者美联储官员出来放鹰，今天这根阳线随时可能变成又一个又多的陷阱。所以，无论你是看多还是看空，请一定管好仓位，设好止损，谨慎再谨慎，保住本金，永远比抓住每一次波动更重要。那么，展望今天以及后市，我给你梳理几个具体的关注点。第一，是今晚的重磅数据，6月生产者物价指数，也就是 PPI。市场预期环比会从前值的 1.1% 大幅降到0附近。如果它像 CPI 一样继续降温，那就等于给这次反弹又添了一把火，金价有望顺势收复4080。可如果 PPI 意外走高，暴露出生产端的通胀压力，那美元和收益率可能卷土重来，反弹就危险了。第二是关键点位，黄金上看4080能否收复，下看4040能否守住，白银则紧盯60这道整数关。第三，本周后面还有不少事，今天晚上除了 PPI， 还有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、美联储的褐皮书，以及威廉姆斯、穆萨莱姆2位官员的讲话。明天周四有6月零售销售和每周初请失业金，周五还有备受关注的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和通胀预期，以及 CFTC 的黄金持仓报告。我给你画一张简单的剧本图，上行剧本是 PPI 降温，官员偏鸽，金价站上4080，直奔4110。下行剧本是 PPI 爆表，美元反扑，金价跌回4040下方，重新测试4000。你觉得今晚 PPI 出炉之后，金价能不能成功收复4080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，还是那句最重要的话，我要再次郑重地提醒你，以上所有的分析和观点，都只是我个人的研究和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金融市场瞬息万变，任何操作的盈亏都需要你自己承担，请务必保持谨慎，理性决策，切勿盲目跟风。好了，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动动手指，给我点赞、订阅，并打开那个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早晨的更新啦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